本朝盛行榜下捉婿，每逢春闱放榜之日，国子监门口都是乌泱乌泱的，好比大型人口拐卖现场。这天一大清早，李婉明就带着丫鬟春桃和一众小厮，背着麻袋和木棒，气势汹汹地上路了。捂嘴、打晕、套头、装麻袋，一气呵成。绑好之后，还不忘对李婉明飞了一个搞定的眼神。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，敲锣打鼓带回李府。正在李婉明和对方拜堂的时候，李婉明，你身为将军之女，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？不是说好了要绑我的吗？众人的目光唰的一下看向来人，又唰的一下看向蒙着盖头被五花大绑的新郎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绑的不是你吗？是什么事？我刚才眼见着你们来了，拼命的招手，可是你们看都不看，一棒子敲晕别人带走了。婚间大事，你能不能靠点谱？怎么在皇榜下面捉个人也能捉错啊？一边说着，他一边愤愤地瞪着对面的新郎。李婉明，你该不会是临时找个人想来压我的价吗？那可不行，咱们说好了的，1天30两，共计10天。你要是突然变卦，我告诉你，这定金可不退啊！小妹，怎么了？李婉明挠挠头，没有什么，我好像绑错人了。绑错人？李婉欣的脸一下子白了。你不是说你准备妥当，万无一失吗？怎么会抓错？若是今天成不了亲，你可就要被指婚给宁王世子了。我知道，宁王世子，京城里有名的扫把星，短命鬼，克妻达人。我实在是不想暴毙呀！恰好此时正值2月春闱前夕，他便带着春桃来到国子监旁边的茶楼，没日没夜地蹲守了3天，终于选中了裴艳琪。长得不错，对我自己有交代。才学尚可，对离家长辈有交代，非常的穷，不用太多钱就能收买，对荷包有交代。姑娘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但在看到李婉明出手便是100两定金后，那个姑娘需要夫婿是状元吗？要是能出到500两，我还可以考虑一下冲击状元。不用，咱俩的关系非常清晰，我出钱，你拜堂，10天之后和离，我付你尾款，到时候一拍两散，各生欢喜。多么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却偏偏出了纰漏。对不住啊，兄弟，是我们弄错了。你别介意，我一定会给你包一个大红包的。说着，他掀开新郎的盖头，盖头下面的那张脸，面若冠玉，眸若朗星。娘子说什么呢？哪有大婚当日让新娘给红包的？我看我们堂也拜了，不过就这样吧。还有那位兄台，来都来了，不妨喝杯喜酒再走。你在胡说什么？黎家3小姐和我可是有约在先，是我的未婚妻。是的，她之前的确是你的未婚妻，但是现在的情况是，你的未婚妻已经和我拜了堂，成了我的妻子。从法理上说，我是她堂堂正正从正门台绑进来的夫婿，而你连门都还没有过。如果真要说先来后到，也是我先来，你后到。按资历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哥哥。我去，这人好强！如此一番狗屁不通的话，被他这么义正言辞地说出来，竟然有了几分真理的味道。男人说完，又转过脸来，对着手腕上的绳子努了努嘴。我们真的只是搞错了。男人揉了揉手腕，眸光垂下。娘子该不会想要始乱终弃吧？他捉住李婉明的手。你我已经拜过天地，娘子要是想始乱终弃的话，小心天打雷劈哦。我就成个亲，怎么还扯到被雷劈上了？刚想说话，嘘，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话，已经大致猜出娘子的困境。娘子为了躲避宁王府指婚，想尽快找一个人成亲，那与其找他，不如找我，因为我比他好看。巧，真是巧，非但巧，还很不要脸。好看怎么了啊？我们可是有契约在前。请问你与娘子的契约当中可有写明违约条款？若是没有，那在契约尚未执行的时候就终止，不算违约，最多也就是定金不退。他靠近李婉明。你付了他多少定金，又剩多少尾款？定金100两，尾款200两。选我可以省下200两，而且我的整体要价也比他便宜。有多便宜？管饭就行。李婉明沉思片刻。行，就你了。反正都是行婚，嫁谁不是嫁？当然要挑一个卖相最好、要价最低的。所谓货比三家，优胜劣汰，挑夫婿不就得这么挑吗？李婉明，你背信弃义！背什么信，弃什么义？你没听到吗？契约尚未执行的时候就终止，不算违约。还有，你今天来喝喜酒随份子了没有？春桃，
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让锣鼓班再敲起来呀！你小姐我换夫婿啦！李成送入洞房。随着司仪一声响亮的送入洞房，李婉明抓着红绸，红绸后面牵着新郎，大摇大摆竟跨进新房。你背信弃义，朝三暮四，朝秦暮楚，不讲武德！再叫就把定金退回来。身后瞬间安静。事出仓促，来不及准备，见笑了。娘子客气，为夫倒是觉得古朴雅致，甚好。春桃打发走了裴艳琪。姑娘，这盖头咱们还挑吗？不用，看都看完了，还整那些虚礼干什么？不过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让你绑穿湖蓝色衣服的橘子吗？怎么绑了他？奴婢绑的是湖蓝色的呀。我忘了，春桃是敏帝的丫鬟，口音有些重。所以说这才是天赐的姻缘，命中注定。那啥，要不你先自我介绍一下？他已经洞房，却还不知道自己男人叫什么名字，说出去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我姓程，名立清，琅琊郡人士。我自幼家贫，身体又不好，刚到京城就大病一场，用光了盘缠，还没赶上考试，幸好得到娘子收留，不然可能就要饿死街头了。家贫？李婉明看着他身上的丝绸长衫，可这衣服看起来很贵啊。程立清低头，这个是我捡的。我当时看到黄榜下面有人捉婿，慌乱中那男人被扒掉了衣服，就捡来穿了，不能浪费嘛。你没赶上考试，跑到黄榜底下做什么？害得我捉错人，差点耽误了姑娘的大事。主要是想沾点喜气，3年后再战。3年？所以你今天死乞白赖的非要和我成亲，是想找个长期饭票？如果娘子不反对的话。不反对你个头啊！我和裴艳琪说的是10天和离，你也一样，还3年，你想得到没？还要你这10天没有报酬，只管饭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不能反悔。程立清依旧是笑，10天也行，能吃饱总比饿着强。他这么好脾气，倒让李婉明也不好意思再发火。既然没什么事，那就睡吧。这么突然吗？却见李婉明转身从旁边的柜子里抱出2床被褥铺在地上，然后自顾自地脱鞋上炕，拉过被子合衣躺下。分开睡？不过即便是分开睡，这也太早了一些吧，现在还没到酉时呢。现在睡？趁现在能睡赶快睡，不然一会可能想睡也睡不了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想睡也睡不了？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，似乎是一位老妇人在哭喊，还有一些叮铃咣啷的器物摔打之声。姑娘，老夫人知道了。需要我过去吗？不用，夫人说她和将军还撑得住，让姑娘和姑爷抓紧时间休息，养精蓄锐，明天怕是有硬仗要打。知道了。程立清站了一会儿，还是没忍住好奇，走到窗边。狐狸精，不要脸，勾引我孙女儿，把那个贱男人给我赶出去。好像是你祖母。他摸摸鼻子，她好像不太喜欢我。没事，她也不喜欢我。说完他又翻身躺下。娘子人美心善，你祖母不喜欢，那一定是你祖母的问题。娘子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明天如果真的有一场硬仗要打，也总该让我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吧。娘子，可怜我千里迢迢孤身一人远嫁到你们黎家，若是娘子再不帮我，那我可真的是举目无亲了。夫妻一场，娘子难道真的忍心看我不明不白的去送死吗？李婉明睁开眼，虽然我祖母那个人不怎么样吧，但也谈不上送死吧。展开说说。唉，你今天见过我大姐姐了吧？就是在喜堂上充当你高堂的那位姐姐。没错。似乎是想起旧事。我爹以前是京城的农户，20年前跑到闽地投军，在那边娶妻生子。我们姐妹3人都是在闽地长大的。我大姐姐长得最好看，也最温柔。爹娘常年驻守军营，都是她一边哄着我和二姐，一边给我们做饭洗衣服，把我们带大的。二姐姐嘛，性子急，脾气暴，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。不过她虽然凶，对我们却很好。每次有人欺负我们，都是她替我们出头。可是回京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的眸光暗淡下去。2年前，爹爹因为平息闽地匪寇有功，受封从四品宣慰将军，奉旨回京。从四品虽然不是大官，但爹爹是从6品越级被提拔上来的，在外人眼里便是皇恩浩荡，天家圣宠。而我们黎家也跟着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京城里的新贵。祖母开心的不得了，被那么多人追捧，高兴的几乎昏过去了。于是祖母从来提亲的人家里选了2户门第最高、聘礼最多的，将2个姐姐嫁了出去。一户是国子监祭酒的儿子，一户是伯爵府的庶子。听到这里，程立清已经听出不对劲来。他们出嫁后过得不好？哼，岂止是不好，我大姐姐那般聪慧能干，那祭酒夫人却鸡蛋里挑骨头，嫌她不会京城贵女的那些插花品茶之类的玩意儿，每天都让她占规矩不说，
还总是称病，让我大姐姐日日在她房里伺候。光是这样也就罢了，1年不到，那老钱婆竟然以我大姐姐无所出为借口，给她儿子纳了2房小妾。李婉明的眼里几乎冒出火来。你说，夫妻1年到头都见不到几次面，哪来的所出？我姐姐倒是敢出，她敢要吗？程立清一噎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那二姐姐家呢？哼，更是一群畜生。提亲的时候说的千好万好，可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树子外面不仅早就有个美貌妖娆的外室，家里还有个温柔可亲的通房呢。京城里没有人愿意嫁，才把主意打到我们家来，欺负我们家是刚回京的，联合着媒人一起骗婚。祖母倒好，一见对方是高门大户，就什么都不顾了，还劝我二姐姐忍。以二姐姐的脾气，怎么可能忍？成亲没几天，二姐姐就砸了他们的伯爵府，听说还伤了人。再后来，他们就以我二姐姐有疯病为由，将她关了起来，不许任何人探望。娘知道了以后，曾想要他们和离，但对方都是高门，娘想尽办法也没有用，到最后反而是想见女儿一面都难。夕阳终于湮灭了最后一丝光线，屋子里面没有点灯，陷入一片黑暗。就连这一次，还是家里谎称娘生病了，才把大姐姐接出来，让她能够看着我出家。礼成之后，她就被连夜接回了陈家。所以你这次如此胡闹，令尊令堂也没有阻止，反而暗中支持，也是因为不想你再嫁高门，重蹈2位姐姐的覆辙吧？娘说了，以后就是嫁鸡嫁狗，也不能嫁高门大户。一入豪门深似海，如果夫婿不是良人，豪门便是牢笼。所以我的婚事，她一定要让我自己做主。我不想嫁给宁王世子，那就不嫁；我想要绑下捉婿，那就去捉，哪怕最后去父留子，她也给我撑腰到底。程立清吓得一哆嗦，倒也不用如此彻底，宁王世子也没那么差吧？你是外乡人，你不知道，宁王世子是京城里有名的扫把星、克妻鬼，他八字特别硬，已经先后克死几任未婚妻了。那些和他一亲的女子，全都死得稀里糊涂、不明不白的，有走路摔死的，游船淹死的，吃饭噎死的，还有首饰铺子大减价被挤死的呢。你就说离谱不离谱？所以后来京城的媒婆路过他们家的宅子，都要绕道走，人送外号婆见愁。婆见愁？对啊，我就搞不懂了，一个八字这么硬的短命鬼，为什么还非要娶亲呢？他自己平平安安的、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不好吗？他们家又没有皇位要继承。可能是王位要继承呢。李婉明白他一眼。后来皇帝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居然看上了我，想要把我指婚给他。哈，我就先下手为强，先把自己嫁出去再说。他们宁王府再家大势大，也不能强别人老婆吧？定然不会。姑爷，将军叫你们过去呢。他们撑不住了。是，老夫人闹得厉害，非要见姑娘和姑爷。好，下床便拉着程立清出了门，往黎家大宅正堂走去。我祖母不想认这门亲事，大概会想办法逼你主动退婚，你可千万要顶住。娘子放心，我既已与娘子拜过堂，便生是黎家的人，死是黎家的鬼，但祖母休想让我离开。好不容易娶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媳妇，我才不会撒手。跪下！李婉明撇撇嘴，拉着程立清一起跪下了。娘，地上凉，还是让婉明起来吧。再说，刚成亲就让新姑爷下跪，这说出去也不像话呀。哼，你还知道不像话？她一个大姑娘，自己跑到皇榜底下绑了个男人回来，这就像话了？娘，绑下捉婿是我朝传统。嗨，那也是家里长辈带人去捉呀，哪有大姑娘自己亲自上手去捉的？李母眼睛阴阴地扫过程立清，万一带了个什么不三不四的野男人回来，岂不是败坏我黎家的门风了？程立清却神色不变，不慌不忙。见过父亲母亲，我是琅琊剧来赴考的举子，说起来也是官身。祖母上来就说我是野男人，难道是在非议朝廷有眼无珠，只选野男人做官吗？你无媒无聘，不提亲不纳吉不下聘，直接跑到我家里来拜堂，谁家的好男儿会这样啊？你到底知不知礼数，懂不懂规矩？程立清的眼睛亮起，祖母此言差矣。若说礼数，本朝一向开明，女子也可对自己心仪的男子表达爱慕之意，即便不是绑下捉婿，也可在进士花车游街之时置花，以为风尚。就连朝中现在也多有让女子入朝为官的讨论。娘子在皇榜之下对我一见钟情，堂堂正正地捉我回来成亲，这不正是女子追求幸福的典范吗？若是细说起来，简直可看我大圣朝所有女子的表率。为什么到了祖母口中，反倒成了不知廉耻？更何况我与娘子已经拜过天地，见过高堂，当时是大姨姐代寿了，程序上固然简化了一点，但在礼法上却并没有差错。哪来的没有规矩，不合礼数？难不成祖母早就对于我朝的开明不满，想要借此事发作？
还是祖母认为自己的规矩可以凌驾于朝廷的法度之上呢？生猛，真是生猛！可看我大圣朝所有女子的表率。这话我听了都脸上发烫。他是怎么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说出来的？尤其是最后那句，屎盆子扣的简直精妙绝伦。倒打一耙，将对方陷入穷于自辩的陷阱，才能让我方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是所有朝堂辩论与泼妇骂街的精髓。你果然，李老太被气得满脸通红。三姑娘，你祖母也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能看着自己夫婿这么顶撞他老人家呢？夫婿？我哪来的夫婿？祖母不是不认吗？恨恨瞪了他一眼，不说话了。娘，既然他们已经拜过堂了，我看这门亲事咱们就认了吧。呸！想让我认？没门儿！没有换过庚帖，没有媒人提亲，还没有聘礼。唉，真是白白嫁了这么一个大姑娘出去呀。可是婉明自己愿意呀，女婿不是也说了吗？咱家婉明那是女子追求幸福的典范呢。你闭嘴！李家就是有你这么个不懂事的家主，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不敢再提什么规矩礼法。当年你不声不响的就跑去闽地从军，连句话都没给留下。这好不容易回来，却带回来一个闽地女人，说是自己媳妇儿。可怜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一个人辛辛苦苦，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将你拉扯大，最后却连杯媳妇儿茶都没喝上。我省吃俭用的给你攒了半辈子的聘礼，到头来1文钱也没用上。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这娘，你要是不满意，那聘礼现在补给锦秋也行。对面的袁锦秋闻言，抬头瞪了丈夫一眼。嘿嘿嘿嘿，锦秋，娘说呀，她攒了聘礼要给你呢，你看你什么时候跟着刘嬷嬷去收一下？李母的哭声戛然而止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儿子，只会护着媳妇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靠着女人和岳家当的官，只会吃软饭呢。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胃不好，只能吃软饭。李老太太几乎气死。我让你吃软饭，吃软饭，我打死你个没用的东西！李夫人的脸色依旧很平静，仿若未见，冲着门边的婢女使了个眼色。婢女立刻乖觉地端出2盏早已准备好的茶，递到李婉明和程立清手中。本来敬茶是第2日早上才要的，但现在已经过了子时，也算是第2天了。既然你们都在这儿，便也不必再跑一趟。说完，他拿过程立清手中的茶，喝了一口。吃过你敬的茶，我黎家便算认了你，这桩婚事也才算真正理成。李婉明瞬间领会母亲的意思，抓起茶碗向自己父亲走去。黎将军被龙头拐杖打得晕头转向，竟还能抽空伸出一只手来，眼疾手快地把那碗茶咕咚咚喂进了嘴里。宁王府有什么不好啊？他们祖上从龙有功，封了1字并肩王，世袭罔替，这可是咱们大圣朝1等1的勋贵呀！婉明嫁过去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走吧。李婉明和程立清乖乖地跟在后面。深夜，院中一片安静。拐过回廊，黎夫人终于转身，还未开口。母亲放心，我会对婉明好的。关你什么事？婉明若是不喜欢你，打出去便是，需要你如何吗？要不要这么狠？黎夫人不再看他。明儿，明天一早我便要和你父亲回军营了。如今你的婚事已成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只不过你祖母娘家的那个妇人，这些天一直住在家里，我怕她又想出什么诡计去撺掇你祖母。娘放心，姨祖母脑子不好，她奈何不了我。若有什么不对，你就让春桃来军营找我。说罢，转身离去，竟是真的一眼也没有看程立清。夜色之下，他跟着李婉明往西院走。姨祖母是谁？是我祖母娘家的妹妹。我祖母娘家姓贺，原本也是京郊的农户。我父亲被封了从4品宣为将军后，原来那些不怎么走动的亲戚就忽然都热络了起来。这位姨祖母就是其中的翘楚。李婉明眸光闪动，3天2头的跑到我家里来，不是要银钱做生意，就是要绸缎做衣服。哼，说是来陪我祖母聊天的，可哪回来也不空着手走。而且他自己来住还不算，还次次都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，一家的上门来打秋风。哦，对了，他看我父亲没有儿子，还想着忽悠我祖母，把自己的孙子过继到我家来呢。这不对啊，你们家姓黎，他孙子肯定是外姓，即便要过继，也该是从你们黎家的宗族子嗣中选，和他家有什么关系？哼，所以说他脑子不好呢。第2天一早，李婉明指挥着春桃将他听雪轩的暖阁收拾出来，给程立清住。
昨天成亲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他们是在离家大宅西面偏院里办的喜事。如今程序走完了，自然也应该搬回他原来的院子。还是住在自己院子里舒服。哼，听说姐姐昨天大喜了，真是恭喜姐姐！没想到姐姐从皇榜底下都能捉个如意郎君回来，真是好厉害啊！孙妙清，你要是吃饱了没事干，不如去看看前院的地扫了没？你立时收起了阴阳怪气。你得意什么呀？不过是倒贴着嫁了个一穷二白的举子，连今年的春雷都没赶上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宁王府没过门的世子妃吗？孙妙清是李婉明姨祖母贺氏的孙女，自离家回京之后，就一直暗暗和李婉明攀比较劲，却怎么也比不过。黎父是4品宣威将军，孙父只是一个穷秀才，还是靠着黎家的关系，才在京郊县城勉强捐了一个7品小官，这让心高气傲的孙妙清极为不服。在有可能被指婚给宁王世子的消息传出后，李婉明他怎么配啊？论相貌，论才情，论学识，我哪一点不比这个不学无术、粗鄙无闻的女人强？凭什么她能嫁进宁王府，我却要连攀附一下吏部侍郎家的儿子都要使尽浑身解数，这不公平！没想到紧要关头，李婉明的脑子抽了，自己跑去绑架捉婿，还捉了个穷鬼书生回来。父亲是将军又如何？姐姐嫁高门又如何？都架不住她自己命贱呢。没有世子妃的命，就是没有世子妃的命。煮熟的鸭子送到嘴边也吃不进去，真是天生的穷鬼，贱骨头。你要是想当世子妃，你就赶紧去宁王府的门口，肯定不排队，说不定王爷王妃还会列队欢迎你呢。春桃，送客。是。这门口怎么这么多脏东西啊？真是太脏了，脏得不得了，我可得好好扫扫。贱婢，你当心弄脏了我的衣服！果然和你主子一样，都是没规矩的东西。等我告诉祖母，扒了你的皮。你说的是哪个祖母啊？是你孙家的祖母，还是我黎家的祖母？这一天天祖母祖母的喊得挺顺口，别到最后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。孙妙清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转身跑了。表姑娘仗着自己在和吏部侍郎家议亲，总是来找姑娘麻烦，还真当自己是黎家的正牌小姐了呢。吏部侍郎就是那个吏部侍郎郭维，你表妹在和他的儿子议亲？对啊，听说是个正4品的官呢，比我爹还高半截，姨祖母欢喜的走路都发飘。哼，还不是看咱们家将军的面子，不然凭他自己家怎么可能攀得上？这孙姑娘怕是要吃苦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那郭维的儿子有些隐秘。隐秘？什么隐秘啊？姑娘家不要打听这虚东。总之，这吏部侍郎家不是良配，你们黎家还是不要和他们家扯上关系的好。是他们孙家，和我们家可没关系。又忙碌了小半个时辰，终于将暖阁收拾好，程立清搬了进去。收拾好后，两人便一起坐在院子里懒洋洋的晒太阳。那位孙姑娘一直住在你家吗？隔3差5吧，姨祖母过来找我祖母的时候，她就跟着一起来。你不是说她还有个弟弟，打算过继给父亲吗？怎么没有看到？那个小胖子还小呢，大概是在外面玩。不好了，姑娘，我刚才在那边听到姨老夫人给老夫人说要去公堂上状告小姐呢。告我？告我什么？姨老夫人说小姐无媒无聘，也没有告知男方父母，这是拐带良家妇男，要吃官司。这件事儿没人在意则罢了，民不举，官不究。但若真被人抓住了做文章，却也是不小的麻烦。没有男方父母的同意和纳征下聘等流程，李婉明的做法的确与拐带无异。闹上公堂，到时候不只是他，只怕连黎家都会背上一个罔顾法纪、治家不严的罪名。祖母为了推翻这门婚事，竟然听信了贺氏的撺掇，想出来这样的毒计。他们说要想让这门亲事变得合理，就必须让姑爷入赘，入赘不需要纳征下聘。可是即便开明如本朝，男子入赘也是件丢人的事。程立清又是官绅，如果成了赘婿，他的脊梁骨都会被人戳烂。好，我入赘。程立清坐在藤边摇椅上，不就是入赘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你可想好了，这是入赘，不是别的，是要签文书的。那就签。那你父母能同意？娘子莫要忧心，他们只会觉得我能娶到媳妇已经是祖宗保佑了。可不是嘛，以他京城婆见愁的名号，居然能不费吹灰之力的娶到一个拜堂后依然活蹦乱跳的媳妇儿。宁王爷宁王妃要是知道了，只怕做梦都会笑醒，哪还顾得上管他入不入赘？况且我若入赘，娘子以后就是黎家顶门立户的人了，还有他孙家的孙子什么事？宁王府。你说什么？青南昨晚一夜未归，是去成亲了？是的，世子昨天去国子监看榜，却被人绑下捉去。当时人太多，我们不敢声张，只好悄悄跟在后面。到了那一户的门口，我们本来是想亮明身份救人，可世子却冲我们摆手，让我们不要管。我和武耀在外面守了一夜，直到今天早上才见世子出来。他说他给自己找了个好媳妇儿，让我们回来给王爷王妃报喜。
你看清楚了，那姑娘真的和静南拜了堂，拜堂之后人还活着。是我听到那姑娘今天早上让丫鬟给世子收拾房间的时候，还声音很大，中气十足的，想来是身体无碍。哎呦，祖宗保佑！眼里流出泪水。谢天谢地，静南的婚事总算有着落了。没办法，给萧静南找老婆实在是太难了，不只是难，简直是地狱模式。他生萧静南的时候是早产，从此伤了根本，不能生育。这个儿子也从小便体弱多病。后来南疆战乱不停，萧静南随着宁王爷去军中，总算强健了一些。可14岁那年，家里来了个游方道士，说萧静南命格清奇，若是20岁之前还不能成亲，只怕会活不过当年生辰。一开始宁王妃是不信的，可自此以后，萧静南的身体是真的越来越差。他前面3个儿子都战死沙场，如今膝下只剩这么一颗独苗，必须保住儿子的命。宁王妃开始广撒网，在京城大张旗鼓地给萧静南议亲，可谁知他除了身体不好，情路也不顺到令人发指的地步，一连3个未婚妻都无端暴毙。如果不是自己和宁王爷都还健在，宁王妃简直要怀疑萧静南是克夫妇、克妻子、克亲族的天煞孤星。如今听说儿子自己找到了媳妇儿，还是个活蹦乱跳的，真是老天开眼了！这儿媳妇来之不易，我们必须做足礼节，该有的聘礼、红妆还都要有，绝也不能委屈了这个救我们全家于水火的好姑娘啊！先别慌。他虽然也很激动，但毕竟在军中历练多年，养成了遇事冷静的习惯。你的身体不好，不宜情绪起伏太大，这个事儿啊，咱们还是先问清楚再说。他扶着妻子坐下。那姑娘是哪一家呢？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可同意这门亲事？他很怀疑到底谁会把女儿嫁给他。是前卫将军李如松家的3女儿。听到这话，王爷和王妃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。去年年末，那游方道人又游历到京城，见到萧静南眼看着就要19岁，婚事还没有着落，起了恻隐之心。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八字比萧静南还硬的姑娘，让萧静南和他成亲，说不定就能达到负负得正、出奇制胜的效果。宁王妃在京城一通好找，就找到了李婉明。那游方道人看过李婉明的八字，这个八字奇异诡谲，刚硬无比，定然能够克得过世子。宁王妃一听，打算进宫请旨，让陛下御赐成婚，可是却被宁王爷拦下。他是帝王，又不是阎王，万一没克得过静南，那不是逼人家姑娘来送死吗？咱们呢，还是按照常理托人去提亲吧，总得考虑到人家的个人意愿啊。个人意愿很快传来，宁王妃知道后也没有生气，只是坐在家中暗自垂泪。算了，牛不喝水，不能强按头啊。我们心疼静南，可是人家的女儿也是千娇百宠长大的，没有人家不想嫁，我们却要仗势强娶的道理。或许静南就是这个命，我们认了吧。没想到他们都打算给萧静南准备后事了，却峰回路转，传回他已经娶妻的消息。你没看错，不是说那姑娘不愿意吗？怎么转眼就绑下捉婿，把静南绑了去？难道她喜欢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？陆平眼看着自家王爷王妃越想越歪。今天早上世子出来拿东西的时候，说是黎家3姑娘并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他让我们这几天不要去找他，免得露出马脚。难怪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便配合静南吧。你们就在黎家门口小心保护，不可惊动了里面的人啊！还有，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需求，无论大小，一定全部满足。得来不易的儿媳妇儿，就算是天上下刀子，也必须得保住。黎家，李母坐在正堂上手之处的正中间，贺氏在他旁边，内心却是极其的得意。他今天一定要让李婉明乖乖的退掉昨天的婚事，老老实实的嫁进宁王府。想不明白，祖母为什么非要破坏这门亲事，让李婉明嫁给穷书生不好吗？如果李婉明嫁进了宁王府，岂不是更加能踩我一头？对我们孙家有什么好处？没有眼力见的东西，光知道看眼前，你也不想想，李婉明要是嫁进了宁王府，你以后不就是有个当世子的姐夫了？你的夫婿就和宁王世子成了连襟，谁还敢小瞧你？到时候别说一个吏部侍郎的儿子，全京城的男子还不都是任你选？可凭什么她就能嫁给宁王世子？我明明比她美貌，比她有才学，我才是应该嫁进宁王府的那一个。你还想嫁宁王府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？你爹爹考了6年才勉强考上个秀才，要不是我使劲巴结着娘家的老姐姐，你们一家老小早就饿死了，还能有现在的舒服日子过？他李婉明又算个什么东西啊？黎家也不过就是个从4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吗？在京城里根本就不入流。你哪来的脸嫌别人不入流？贺氏恨不得撬开他的脑袋，看看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李婉明要是成了王府的世子妃，以后你弟弟过继过来，不就成了世子的亲弟弟？这么一门好亲戚，我们上哪儿攀去？他懒得再和孙妙清废话。
你今天给我闭上嘴！要是敢坏我的事，我饶不了你！孙妙清尽管不服，还是闭上了嘴。只要弟弟孙秉文能过继给黎家，成为黎家唯一的男丁，那黎家的这些宅院、财产、奴仆就都是我们的了。李婉明就算嫁进宁王府又如何？以他那个不学无术、粗鄙不堪的样子，迟早会被宁王世子休妻。而我，到时候不仅是吏部侍郎家的少夫人，还是李府少爷的亲姐姐。李婉明要是被休弃回家，岂不是还得看我的脸色过活？没过一会儿，就见程立清和李婉明走了进来。祖母好，祖母您吃了吗？吃了。李母下意识回答，随即就察觉到不对。三丫头，你私自成婚，不经双方父母，这是拐带良家夫男，是触犯了我朝法律的。哟，祖母现在懂律法了呀？祖母是想着，万一要是被人告到官府去，会让我们黎家都惹上官司的。到时候你父亲好不容易挣来的将军，怕是就没了。那依祖母的意思呢？嗨，这事儿说难办也难办，说好办也好办。只要你们肯同意，昨天是小孩子胡闹，这婚事不作数，就能搪塞过去了。否则便只能让他入赘了。三丫头，不怪你祖母心狠，实在是你这事儿办得太荒唐了。你们两个只要肯承认，昨天都是胡闹，没有成亲，也没有什么婚礼，再让他签一份绝对不把这件事说出去的文书，就算过去了，你也还是没出阁的黄花大姑娘。不劳姨祖母费心，入赘这事，程立清刚要说话，晚了，我昨天已经和他睡过了。这什么啊？我想过了，你是举人，以后是要做官的，不能背上一个赘婿的名声。说完，他抬起头，我说我昨天已经和他洞房了，很多人都看见了的。你真是不知羞耻啊！我一个已婚妇人和自己的夫君睡觉，有什么好羞耻的？说的好像祖母和祖父不睡觉似的。既然嫁了，不如就索性豁出去，把这个已婚妇女的名头坐实。这么做倒也不完全是为了帮程立清，而是他后面要做的事情需要一个已婚妇女的身份。大圣朝虽然开明，不禁止女子外出或者经商，但未出阁的姑娘终究是没有成了亲的妇人自由。李婉明想要救自己的两个姐姐，首先需要的就是这个自由之身。哎呀，一个大姑娘怎么能说出这么不知廉耻的话呀？你就是被袁锦秋给惯坏了！我一定要替你爹好好的教训你！打人可不是一个好习惯，离开。他没有想到李婉明为了保住他的前程，会这么不顾惜自己的清白。既然他投掷尹木桃，我就该报之以琼瑶。如此善良、仗义、情深义重的女子，我怎能负呢？不就是入赘吗？我入就是了。什么？你说你要入赘？不错。说完，他不再看贺氏。春桃，听到两位祖母的话了吗？你还不赶快去请黎家的族老？春桃原本正在发愣，却看到程立清正在不停地对他挤眼睛，便答应一声，飞快地转身跑了。什么事啊？着急忙慌地把我拉回来。我刚到边防大营，你就又要我回来。锦秋还等着我一起练兵呢。你快点说什么事儿，不说我走了啊！将军，你快回来看看吧，李家叔伯和三老太爷已经都到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他父亲早亡，母亲只生了他和妹妹两个，妹妹10年前也嫁到了外地，所以黎家这一房人少，只剩一些住在京郊的宗族兄弟。只不过大家都是庄户人家，平日都忙，来往的不多。管家口中的黎三太爷就是黎家宗族中最德高望重的长辈，他早年中过举，常常以读书人自居。黎家有些什么大事都喜欢请他去主持公道，算是家族里的族长。可是眼前这不年不节的，他老人家过来干什么呀？难道是为了晚民的婚事？这不应该呀，绑下捉去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哪至于惊动他老人家呀？老夫人要让程家公子入赘呢，还说入赘要有黎家族老在场，这才请了三太爷过来。老爷您快点吧，户部的李元也拿着契书正等着您呢。什么？还找了户部？这不胡闹吗？这不是。李母不知道李婉明的婚事是怎么回事，他却是知道的。哎，这不是毁人前程吗？小松子，是你要招婿啊？他年纪大了，本来早就不管族里的这些事，可一听说黎如松招婿，他还是来了。他的女儿招婿，那是以后要给黎家顶门立户，庇佑整个宗族的。贺氏没有想到自己的几句话闹出了这么大阵仗。姐姐，怎么办呢？他以为春桃去请，最多请来个堂伯堂叔什么的，没想到竟请来了这么一尊大神。没事，我就不信他真的会入赘。
哎呦，三老太爷，怎么把您给惊动了？就算有什么事，也得是我去拜会您呢，哪能让您老人家亲自过来呢？小松子呀，你那赘婿我看过了，长得是真不赖，学问也好，还是个举人呢。虽说是外乡人，家里穷了点儿，但是不怕。咱们黎家祖上不也都是土里刨食的吗？他自己是寒门苦读出来的举人，所以对同样出身的程立青很有好感。三老太爷说的哪里话？什么赘婿啊，都是谣传，没有的事儿。他转向李母，娘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李母却假装没有看见，是他自己说要入赘的。小辈们不懂事，您怎么也跟着胡闹啊？他又去劝程立青，还有你，快别胡闹了，赶紧给三老太爷赔个不是。岳父大人莫急，这入赘的事情还是要先说明白才能办的。怎么，你要反悔？非也，我只是想先说清楚。程立青转向众人，大家都知道黎家伯父没有儿子，膝下只有3个女儿。今天我与婉明成婚，入赘黎家，以后婉明便是黎家顶门立户的人，是做儿郎养的。黎家以后的大小事宜便都要由他做主。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有了赘婿，婉明便是黎家这一方的儿郎，以后黎家的财产自然便是都给婉明的。小宋两口子100年之后盖棺下葬，摔盆打翻的人也都是他。婉明啊，你以后可得孝顺你父母，给他们养老送终啊。那是自然。说着便要去签入赘文书。什么？招婿之后，李婉明就是黎家的儿子了，以后的财产都给他？那我的孙子还怎么过继？不行，不能签文书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们黎家招赘婿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……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凑到李母身边。三丫头要是真的招了赘婿，以后秉文就不能过继了。袁锦秋的女儿成了黎家家主，你以后就得看着他们娘俩的眼色过活了。不错，袁锦秋现在就对我没规没矩，爱答不理的。要是他的女儿成了黎家家主，那他还不得爬到我头上拉屎了？程公子是有官身的，入赘对他名声不好。你们之前不知道他有官身吗？这三老太爷不必忧心，我是自己甘愿入赘的。贺氏大急之下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夺过那张文书，撕了个粉碎。你是哪儿来的老妇，竟敢撕毁户部文书？我也是担心表孙女婿的前程。贺氏醒悟自己做了什么，顿时惊惶不已。我的好姐姐，真的不能让她入赘。你想想看，要是三丫头有了赘婿，不是外嫁女，你不就得把管家全交还给她？那怎么行啊？两位祖母可想好，真的不需要小婿入赘了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我与婉明的婚事……哼，你们小辈的事儿，我是管不了了。多谢祖母。程立青端起一杯茶，拉着李婉明，恭恭敬敬地捧到李母面前。那便请祖母饮了小婿这杯茶。李母看了看他，目光又扫过院子里站的黎家宗族和户部书吏。李母不情不愿地拿起那杯茶，抿了一下。谢祖母成全。黎三太爷看到现在才看出一些端倪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娘看不上这个孙女婿，想要棒打鸳鸯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你和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娘嫌弃人家穷，才逼着人家入赘的？李婉明成亲，黎如松却没有通知黎家亲族，他本就有些不高兴。小松子呀，你现在虽然是将军了，可咱们老黎家世代都是农户，嫌贫爱富的那一套，咱们家可不能做呀。不会的，你老放心。他转头招呼各位亲族。叔伯兄弟们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吃顿酒吧，咱们呢好好的聚一聚。人家是来给他做招赘的见证的，但最后他们家却啥都没干，简直和耍人家玩一样。黎如松拉不下这个脸，只能推说昨天李婉明成亲没来得及的摆酒，今天正好将这顿酒补上。程立青欣然答应，非常配合地换了一身新衣服，还在腰间系上大红绦带，拉着李婉明一起去敬酒。这酒一摆，可就所有人都知道我成亲了，那我10天之后还怎么合理啊？总不能到时候再大张旗鼓的摆一次酒，和大家说我当时结婚就是闹着玩的，你们不用当真啊！那我爹在官场上还混不混了？恐怕御史参他一个治家不严都算轻的。你真的要敬酒？不然呢？岳父大人都把酒席摆好了，我们不去不太好吧？没有关系啊，我可以把你打晕，然后说新郎身体不适。新婚酒宴，新郎却不在场，那影响多不好。程立青拿起另一条红色绦带，系在李婉明腰间。
娘子想要的不过是自由之身罢了，嫁给我有哪里不自由了？你知道我想干什么？我只知道娘子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做的，两个人一起总比一个人要好些，是不是？温润的眸子里仿佛成了琥珀光。娘子想要已婚的身份好去嫁宁王府，但就不该藏着掖着，这场婚事反而是闹得越大越好。他看着满院的宾客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。娘子不在意名声，那程某也自当倾力相助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夫妻一体本就是风雨同舟，荣辱与共，哪有什么为什么？说完，程立清已经拿起酒杯敬酒去了。李母与贺氏坐在主桌上，两个人都像吞了黄连一样，满脸的有苦说不出。这下好了，李婉明彻底成为了已婚妇女，宁王府那边肯定没指望了。哼，婆母立规矩怎么了？夫婿养小妾又怎么了？谁家的婆婆不搓磨儿媳妇，谁家的男人不三妻四妾呀？忍忍不就好了吗？总不能指望每个男人都像黎如松一样，看见媳妇儿就变成软骨头吧？哼，说什么此生只爱金秋一人，永不纳妾，我呸！明明就是没本事，怕老婆，软骨头。贺氏坐在边上，更是蔫头耷脑，大气都不敢出。逼人入赘，毁人前程，是伤祖印的。这件事要是真的追究起来，只怕他又吃不了兜着走。还好那老太爷喝得正上头，满脸红光，顾不上理他。老太爷，我和娘子敬您一杯。好，一饮而尽。这真是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啊！三丫头，你从哪里找到这么一个俊俏的女婿？也是有福气呀！我绑架捉婿捉来的。绑架捉婿？绑架捉婿还捉来这样上好的货色？你自己去捉的？是啊。程立清说的对，既然他想要一个已婚的身份，就该把这么婚事闹大，让宁王府和皇城里面的贵人都知道。这皇榜底下还能捉到这么好看的夫郎呢？我还以为都是些酸腐的秀才呢。怎么会是秀才？能进京赶考的最少都得是举人。还有，你可不知道，你表妹的婚事可愁死我了。男方长得不好看，她根本就相不中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怎么能不知道啊？你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？怎么会不知道对方家里的情况啊？我就是在皇榜底下把他敲晕扛走，我只知道他是琅琊人，家里穷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现在绑下捉婿的程序已经简化至此了，是我们跟不上时代了。哦，懂了，原来啊，我们找不到好女婿是因为程序不对。以后啊，咱们也得备好棍子和麻绳，看中了谁直接敲走。对对对，过几天殿试结束后，不是有剑士打马游街吗？咱们就那个时候去敲，一定敲个称心如意的回来。胡闹！成亲是件大事儿，怎么能把人敲晕了就带走啊？就算是绑下捉婿，也得双方父母商议，3书6礼，下聘纳吉。他拉住黎如松：“小松子，你这事儿办得不对啊！都已经成亲了，却还没见过亲家，连女婿家里是什么情况，有几口人都不知道，那怎么行啊？那亏得你还是个当官的，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还以为我们黎家不懂规矩呢。你必须要和男方父母好好说说，把该有的礼节给三丫头补上。什么敲晕了直接带走啊？尽是胡说！咱们黎家在京城这么多年，现在也算是有头有脸，怎么能干这种没有礼数的事儿啊？”黎如松没有办法，只能一边点头一边对着程立清说道：“听到了没有？你明天就写封信去往琅琊，问问你父母什么时候有空来京城一趟，咱们亲家见个面。这要是不方便的话，我就亲自去琅琊一趟。”好的，他们应该会很乐意来京城。你是说真的？真的要让你父母从琅琊来京城？不过是一场行婚，没有必要千里迢迢的把人家父母叫来吧？娘子放心，我父母会喜欢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娘子人美心善。哼，说人话。我本一介寒门，家徒四壁，如今却娶了4品将军家的女儿，天娘知道了，又岂会不愿意？就是听你这么说吧，我感觉我好像有点亏呀。怎么会亏啊？娘子刚才没见那些姨婆婶婶们，不都是在羡慕娘子眼光好，一棍子敲了个好夫婿来吗？李婉明抬头看着他的脸，这般似天仙下凡的俊美夫婿，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。有夫如此，其父何求啊？见父母就见父母吧，反正这门婚事已经做实，迟早都是要见的。最多以后和他约法3章，让他好好在家里待着，遵守3从4德，不要妨碍我的事就是了。
明月高悬，听雪轩内，只见程立清蹑手蹑脚地从暖阁出来，走到外院的墙边，轻轻敲了3下，墙头上冒出2个脑袋。世子，世子爷，这边出了点麻烦，需要你们回去给王爷王妃传个信儿。什么？还要王爷王妃妻子上门？哼，他们家的谱可真大啊！哎呀，你忘了王爷王妃怎么交代的？不计代价，一定要替世子保住这个世子妃。你们2个听好，我和离家说我是琅琊来的举子，家中世代务农，极其贫苦。父王和母妃过来的时候，得让他们假扮成乡野农户，穿的破旧一点。王爷和王妃何等身份，怎么能穿破衣服呢？当初指婚的时候表现得那么清高，说什么抵死不嫁高门，结果转头就把他们世子绑了来。爱慕虚荣，装模作样，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心机叵测。我们世子爷纯良仁善，怎么可以真的娶这种女人啊？然而心里再看不上，他也知道自家世子娶亲不易，因此武耀虽不喜欢李婉明，但也还是在努力配合。可没想到这个女人蹬鼻子上脸，居然还敢委屈王爷王妃。穿破衣服倒是其次，主要是我岳父家以前也种过地，父王若是对耕种一窍不通，大约瞒不过的。你们传话回去，让父王学一下怎么种地。还有，母妃也要问一下京城里的布行该如何织布。注意，是织布，不是刺绣。让母妃把那些苏绣、蜀绣、双面绣之类的都收起来，别露出马脚。堂堂大圣朝，仅此一份的一字并肩王，要去学种地织布啊！真的要做到这种程度吗？穷人家肯定不养闲人，全家老小都动起来才像样。世子爷，你真的要娶那个女人？不然呢？你从哪里给我找个老婆来？黎将军是前2年新提拔上来的武将，我娶了他女儿，对陛下的大计也有利。更何况和婉明拜堂之后，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确实好了些。真的？或许这段姻缘真的是命中注定的。王爷和王妃从琅琊道远道而来，黎家定然会邀请他们住下。可是我们不能住在黎家，否则时间长了就容易穿帮。可是也不能住客栈啊，因为王爷没钱。或许我们可以借口说京城里有做生意的亲戚，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借住在亲戚家里。但不能是太近的亲戚，不然世子爷没办法解释，来了京城不去投亲，反而赖在了黎姑娘身边。得是远房亲戚。这个好说，让钟叔和于嬷嬷扮演我的远房表叔和表婶，然后你们扮演我的表弟和表妹就好。那得是表叔和表婶了。恐怕还得找个宅子，以防万一黎家人要上门做客，要破旧一些，偏僻一些。我明天就让钟叔去平康坊租一个。琅琊的口音和习俗倒是不用担心，我母妃本就是琅琊人，对当地的民俗很熟悉。3个人又商量一会儿，把一些细节敲之后定。陆平和武耀便领命而去。萧敬南看着墙头上的人影消失，转身往听雪轩走去。然而刚迈进听雪轩的大门，就看到李婉明正翘着一条腿坐在台阶上。今晚月色不错，娘子是出来看星星吗？你去哪了？上茅厕。上了这么半天，晚上酒喝的有些多，不太舒服。不舒服？需不需要叫个郎中来看看？不用，多谢娘子关心。天色不早，我先睡了。晚上凉，娘子也赶快回屋吧，别冻着了。说完，他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头也不回地把门关上。你却又别无他法。我不管你到底想干什么，有什么目的，但是我要和你说清楚，你虽然是我的夫君，但不能管我每天去哪，要做什么，不许妨碍我，听到了没有？他虽然说了会帮他，但约法3章，规则还是要提前说清楚的。是，娘子如此美丽善良，我怎么可能会妨碍娘子？快去睡吧。黎如松一日一早便起身返回军营。婉明啊，你2位祖母昨天吃了瘪，这几天应该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你夫君的事，如今既然生米已经下了锅，我们就此认下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我看他长得一表人才，你好像也挺愿意的。以你油盐不进的混不吝性格啊，为父相信这黎家没人奈何得了你。说完便急不可待地打马离开，去军营找老婆去了。李母与贺氏那天受挫之后，倒是真的老实了几天，除了孙妙清每天例行过来酸几句，倒称得上是相安无事，反倒是萧敬南有点奇怪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一个考过了乡试与会试的举人，他每天插花、饮茶、品酒、晒太阳，就是不读书。你不需要备考的吗？还有3年，急什么？你是不是学问不行，害怕这次考不上，所以今年春闱才故意装病，躲避考试的？娘子如此好学，是想做状元夫人吗？那我下一届春闱给你考个状元回来如何？哼，口气不小，你当状元是你家的，说考就考。算了，你想歇着就歇着吧，反正也没有指望你。说完，一摔帘子回到屋内。有了娘子这句话，我就安心的休息啦。李婉明气鼓鼓地关上门。依依还有几天到京城？大概就这1-2天。第2天一早，姑娘，柳家小姐到京城了，她邀你今天去鸿宾楼呢。快给我更衣。这2年来，他在京城，柳依依在闽地，2人只见过1次，非常想念彼此。装扮完毕，出门的时候看见萧敬南正在剪院子里的梅花。
你今天又不用读书的吗？自由是相互的。哈？意思是我不干涉娘子，娘子也请不要干涉我。明白了。春桃，明天把姑爷的份里停了，以后摆饭只摆我一个人的。自由？现在吃穿用住全都靠我，和金主谈自由，他怕是还没睡醒吧？那怎么行？娘子当初说了要管我饭的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现在和当初能一样吗？我问你，现在咱俩是什么关系？夫妻关系。我呸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是纯粹的金钱关系。你搞清楚，现在是我花钱养着你，你就得给我好好的扮演夫婿这个角色。在外面我是你娘子，在家里我是你金主。这2天，李婉明越发觉得这个夫婿的尾巴翘得有点高了。以后在家，我说1，你不能说2；我往东，你不能往西。你要贤良淑德，做好一个丈夫的本分。呵呵，再被人家管教，他还以为我气刚不振呢。哦，像一只下雨时被打湿了的卷毛小狗，透着可怜巴巴的哀婉。李婉明忽然就觉得自己的话说的有点重了。你也不用担心，只要你肯听话。正当李婉明在想用什么话来安慰他时，是不是听娘子的话就可以有饭吃了？看到他眼底泛着藏不住的笑意，这狗男人又在逗我。哪顿只能吃1碗，超出的自己付钱买。到了鸿宾楼，一听到是柳家小姐订的位子，郝堂便领着他们直接上了2楼的一处雅间，清幽私密，干得漂亮，不愧是我的小青梅。前段时间，李婉明给他写了信，说自己打算绑架卓旭。那个时候还在闽地前往京城的路上，以为李婉明只是说着玩的，没想到一入京就听到了铺天盖地的传言。哎，怎么样？那夫婿对你好不好啊？人长得精俏不精俏啊？好不好嘛，不太好说。但是若说俊俏，那倒是十分的俊的啊，那就好。夫郎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好看，不好看的男人娶回家干什么？天天在家里看得心烦，还影响后代的长相。哪来的后代？我们是契约婚姻，又不是真的成亲。以后呢是要和离的。李婉明给自己倒了一碗茶，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。精彩，真是精彩啊！李婉明，我以为你只是不学无术呢，没想到你还这么无法无天。不过我听你说的这些，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。你拜了堂，摆了酒，敬了茶，除了没有收聘礼，这和寻常的嫁娶有什么不一样啊？那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他现在住在我家，靠我养。你的意思是他没有入赘，但是现在吃你的喝你的用你的？可以这么说。如果你们没有拜堂，会以为你养了个外室。哪有把外室养在家里的？这最多算个通房。半个时辰前，他看到李婉明出门，便后脚也跟着离开了李家。他父母进京的日子就要到了，需要找陆平和武耀问一下，看看准备的如何。是的，放心，钟叔已经在平康坊找好了一栋宅子，这2天一直带着人在那边布置呢。王爷还找了户部尚书，专门询问了有关农桑的事宜。王妃也请了治安府的少府令来府上讲解布匹织造。萧敬南给宁王爷定的人设是世代务农的穷困农户，的确有必要补一下农业相关知识，而家里太穷，王妃织布补贴家用也非常合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萧敬南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哪不对。算了，应该只是个离家父母见个面吃顿饭，只要不出什么意外，大约是能糊弄过去的。萧敬南便又随便叮嘱了几句，就让陆平继续回去准备了。他转身正打算回离家的时候，一抬眼就看到李婉明带着春桃从街头的另一边走过来。鸿宾楼，现在还不是吃饭的点儿，娘子去鸿宾楼做什么？等到看见李婉明没有在大厅落座，而是径直去了2楼雅间的时候，这分明是要见什么人啊？见谁？萧敬南回想起李婉明出门之前对着他凶巴巴的样子，该不会是见情郎吧？但是转念一想，李婉明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人。再说，他要是有情郎，又何必绑架卓旭去捉我？直接嫁自己的情郎不好吗？等到李婉明上楼之后，萧敬南也轻手轻脚地跟着上去，要了他隔壁的一间雅间，直呛得他剧烈咳嗽起来。柳依依听到隔壁有人咳嗽得这么厉害，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吃点心噎着了？鸿宾楼的点心做得精致，总有人贪嘴想要一口吞的，噎着也正常。又想到家里的那个夫君，能大口的吃也是福啊，不像我家里的那个，吃个饭都不安生。怎么，他还敢挑肥拣瘦啊？那倒不是。李婉明回想了一下，想法有点多。吃个饭还要有什么想法？柳姑娘，您不知道，我们姑爷想法可多了。昨天吃鹅脯，姑爷说鹅脯要先用梅子水浸泡一下，再用果木熏烤，吃起来才好吃。前天吃面筋炒茼蒿，姑爷又说火候不对，面筋需要先用宽油翻炒，最后再放茼蒿，不然就炒老了。大前天喝茶，姑爷还说什么泉水为上，河水不行，是山水为上，河水次之，井水为下。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叨个不停，嗡的，我真就搞不懂，吃个饭而已，哪来这么多穷讲究？他家不是很穷吗？怎么懂这些？
姑爷说他是从书里开来的，以前没机会尝试，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试试，这叫实践精神。有什么问题？每个步骤都很正确啊！李婉明居然嫌我唠叨，明明是我进了听雪轩之后，让整个听雪轩的饮食水准都有了一个品质性的提升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了，我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吗？你带了。柳依依从身后拿出一个箱子，打开一看，还有你要的单粒，我也按照你说的晒干了给你带过来了。柳依依从旁边拿过一个包袱。不过你真的打算在京城卖单粒酒吗？袁伯母能同意？你爹现在可是4品将军，不同于我们在闽地的时候了。从4品。他一边爱不释手地翻看着那些瓶瓶罐罐和红彤彤的单粒干。我娘肯定是不会同意啊，所以这事儿呢，咱们得悄悄地干。我想过了，想要救姐姐，不论怎样都要先有钱，就算能和离，也得手上有钱才能有安身立命的本钱。万一真的到了最后一步，需要从夫家逃跑，从此亡命天涯，那就更加需要钱了。柳依依听他说的凶险，婉明，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我总不能看着姐姐在夫家受苦啊。可是你爹现在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大头兵了，袁伯母怎么可能让你去卖酒啊？而且京城卖酒不同于闽地，是需要牙品酒牌的。柳依依想了想，你要是真的想赚钱，不如和我一起来做丝绸生意。你爹同意把柳家的生意交给你打理了？没有，不过我可以想办法，总比你一个人出去卖酒的好。还是算了，你家的情况我也清楚，你的日子也不比我好过。柳依依上头还有2个哥哥，一母所出，兄妹感情很好，只是可惜这2位哥哥都不是做生意的料。你这次跟着商队来了京城，你娘在家还好吧？怎么可能会好？柳依依伸出3根手指，一下子3房小妾进门，我娘都要气死了。柳叔这么多年都只有他一个妻子，房里再没有其他人，刘神肯定一时想不开的。凭什么要想开啊？我和我娘说过，过不下去啊就干脆和离，反正当初我爹的生意是他跟着一起打理起来的，离了他又不是过不了。但我娘总是不同意，毕竟是这么多年感情了嘛，没有那么容易放弃的。像我大姐姐，我就是真的搞不懂了，陈家对她那么差，我劝她和离，她还不肯。婉欣姐还是不想离开陈家吗？她说女子就该温婉柔善，体贴大度。那你怎么想？她如果真的不走，你怎么办？不管，我先攒够钱，到时候她如果不想走，我就找人给她绑了。那你可想好了，你2个姐夫都不是寻常人家，如果真的闹到了要绑人的地步，这事儿啊可就闹大了。我也知道，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平静的和离，但我娘试过了，陈家和伯爵府都不肯。他的语气中有浓得化不开的哀伤，萧敬南的心忽然就停跳了一下。他一直知道李婉明有心事，但不知道他的心事这么重。其实我也想过，要不然就嫁给宁王世子算了，万一我要是挺住了没死，那我不就成了世子妃了吗？官大一级压死人，等我成了皇亲国戚，王府主母，想要救姐姐，那不是易如反掌？不行，听说那宁王世子自幼体弱多病，身子骨弱得不得了，搞不好都不能人道。你嫁过去岂不是守活寡？不能人道啊！你一天天的都在想些什么？什么人道不人道的，那重要吗？他不能人道，我就不能养面首吗？再说了，他身体那么弱，说不定我刚嫁过去，他就一命呜呼了呢。到时候我就是个有钱有权没有老公的俏寡妇，嘿，真是想想都爽。萧敬南这2天很不正常，无论李婉明和他说什么，他都是一个露出眼珠上翻，嘴角下撇，阴阳怪气、古里古怪的表情。娘子原来是让我吃饭的呀，我以为自己饿死了，娘子反而会称心如意呢。祖母这2天有没有找你麻烦？哟，娘子还在意祖母有没有找我的麻烦的吗？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上门女婿，还没入赘，连个外室都不算，怎敢劳动娘子费心啊？花瓶里的花枯了，你不换新的吗？哟，娘子房里的东西我哪里敢动啊？万一再惹了娘子不高兴，把我赶出门去，可怎么好啊？李婉明莫名其妙，在深入观察了1天后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他肯定是什么时候把脑子给摔坏了，好像就是他去鸿宾楼见柳依依的那天。这要是说起来，我也有责任，没有照看好，才让好好的一个贫穷才子摔成了笨蛋美人，造孽啊！只是这美人的嘴有些毒。上午，孙妙清又过来找茬，看得出来，表姑娘是第一次做人，没什么经验，完美避开了所有人该有的样子。听说表姑娘正在和吏部侍郎的儿子议亲，这我倒真是要恭喜了。2位天生一对，天作之合，月老的垃圾分类做的还是挺到位的。郭侍郎家境富裕，以后表姑娘身上的香粉就又可以多铺一些了，省得盖不住身上的人渣味儿。当然，我是穷鬼，可我再穷，也没有比不明不白的跟着自己的祖母，死乞白赖的赖在早就嫁出去的姐姐家。
表姑娘的脸皮若是长城，怕是10个孟将军也哭不倒啊。既然想嫁郭氏郎家，就麻烦去他家的门口表演，每天跑到听雪轩来算怎么回事？表姑娘活得这么拧巴，上面的是个毛巾精吗？以后少吃点盐，免得咸的。孙妙清气得头顶冒烟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最后哭着跑了。李婉明看得目瞪口呆。姑爷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怎么会这么多厉害的话？教教我好不好？想学？想。等我回头写本书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他昂首挺胸，目不斜视地走回屋里，潇洒地关上了门。这是病得厉害了呀！他赶紧让春桃出去请郎中。怎么了？很严重吗？胸闷气短，脾肺虚弱，夜惊多梦，寒气入体。这20岁的年纪，50岁的身体呀，公子怎么病得如此厉害？我从小就身体羸弱，会说话时便会吃药，已经习惯了。不是脑子摔坏了，是病了。你这小娘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夫君都快病入膏肓了，你居然还咒他？啊不，我不知道。自他认识他以来，见他只是脸色苍白，偏瘦了些，偶尔咳嗽几声，就以为他只是普通的身体不好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哼，夫君都病成这样了，也不知道好好照顾。老夫开个方子，你们快点去抓药。我不知道你身体这么差。这2天已经是好一些了的。萧敬南半倚在芙蓉靠枕上。我若死了，娘子可会伤心？伤心啊，当然会伤心。为什么？啊？我问你为什么会伤心？他脸颊苍白，眼尾微红，浓密的睫毛仿似鸦羽，在鼻梁上投下暧昧的阴影。因为你是我的夫君啊，你死了，我可是要当寡妇的。不好吗？他似是没有懂。成为了寡妇，娘子不就得到了想要的自由了吗？当然不好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没有听过吗？原来是怕是非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件事。药很快熬好，他喝了药，沉沉睡去。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霞光漫天，院落中生着一丛篝火，篝火旁边摆着一张梨木石案，石案上有几碟精致的菜肴，额府散发出淡淡的梅子果香，面筋米白劲道，看得出都是按照他说过的方法做的。他总是嫌他多事，可对他的话却是如此记在心上。大夫说你主要是体弱，需要好好养着，只要好生休养，就不会有什么事。他舀了一碗汤递到他手上，来，先喝汤润润肺。萧敬南接过汤喝了一口，小火慢炖整梨，炖得极好。好喝吧？这可是我亲自开着火炉炖了1个时辰才炖出来的。娘子辛苦。不辛苦。李婉明看着他，你以后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说，不能再自己忍着。我虽然给你买不起那些人参、鹿茸、燕窝什么的，但平时吃个补药还是吃得起的。看着李婉明认真的脸庞，萧敬南只觉得心中一阵柔软，像春风拂过了冰河两岸，已经枯萎的树冒出了一点点细嫩的绿芽。如果我的病一定要吃那些人参、鹿茸、燕窝呢？那我们就先买差一等的，等我以后有了钱，我再给你买好的。萧敬南定定地看了他好久。不用，我的病不用那么贵的药的。他的身体是命而非病。程家父母终于抵达京城了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黎如松和袁锦秋特意从军营赶回来，一大清早就带着小女儿和小女婿站在门口迎接。等了约有1盏茶的时间，才见巷子那头慢悠悠地驶来一辆牛车。等到萧敬南看清了牛车上人的打扮，细节，果然还是忘了叮嘱他们细节。黎如松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在袁锦秋的示意下笑着下来迎人。哎呀，亲家，早就说要见一面了，真是辛苦你们了啊！这大老远的跑京城一趟。黎将军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？我们沥青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沥青能找到黎将军这样的岳家，是他的福气。哎，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或许是因为娘子生得好看，所以母亲才想多看几眼。众人又客套了几句，黎如松夫妇将人让进府内。你爹刚才管你叫什么？静什么？我的小名叫静静，起个女孩名好养活。黎家的花厅里面早就摆开了一张圆桌，上面是8凉8热16个菜，穿得花花绿绿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家。他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说过他不正经。后面武耀已经抽刀上来。你是哪来的老，敢对我家老爷无礼？把刀收起来。什么老爷呀，说过多少遍了，是伯父。你都多大了，还喜欢玩过家家那一套啊？动不动就是舞刀弄枪的。这是我远房的侄子，家里呢是平康坊的菜农，听说沥青成亲了，他便想过来看看。说着，宁王爷又将后面的中书记人介绍给黎如松夫妇。表侄子年纪还小，不懂事儿，李将军别见怪啊。
哈哈哈，小孩子嘛，难免冲动。我母亲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不也是不懂事吗？李母气得脸上一阵发白。宁王爷听到黎如松这么说，知道这是一个爽朗的人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宁王妃的目光却一直落在李婉宁身上。他见到他落座之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吩咐小丫鬟给萧敬南换了一壶热酒，还专门取了灰鼠皮的软垫给萧敬南垫上。谁说这是一场冰冷的契约婚姻？陆平和武耀的回报根本不近不实嘛。还有京城里的传言也都不可信，说什么黎家三姑娘胸无点墨、粗鄙顽劣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这姑娘看起来分明温婉善良、通透豁达，真是提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媳妇儿。从身后的包袱里取出一只碧玉镯子，套在了李婉明的手腕上。第一次见面，理应给你一份见面礼，这镯子不值什么，你不要嫌弃啊。伯母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不能要。看看公婆那一身的补丁，肯定是为了这次亲家见面专门去捡了有钱人家不要的布。这种情况，他怎么好意思要人家的镯子？婆母给儿媳妇见面礼是礼数，你收着吧。我是觉得这镯子说不定还能当些钱，给你爹娘换几件好点的衣服。好媳妇儿，你不用担心这些，我和你公爹有衣服，这个镯子好好收着便是。一个破镯子也值得让来让去。这位是？听说他还不是黎家的正经亲戚，是个什么祖母的娘家妹妹的孙女，这都出五福了好不好啊？你懂什么？那镯子是……看看周围，反正就把这间宅子卖了也买不起。还真是越没钱的越会吹，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。你知道这宅子要多少钱吗？就敢说这种大话，说的好像这是你家的房子似的。哎，都是亲戚，说这些做什么？淼青，快来这里坐下。你表姐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跟她拌什么嘴？不要，你也坐下。宁王妃也不在意，将镯子套在李婉明的手腕上，然后继续轻声细语地和袁锦秋拉家常，询问黎家过往，以及李婉明平时都喜欢吃什么、玩什么。这不像是普通的农户人家啊，他们的言谈举止反而透着一种说不出金贵，像是在豪门大户里浸淫了许久似的。亲家们从琅琊来，又姓程，可是与琅琊程家有什么姻亲关系？孙妙清的筷子停在手中，都忘了夹菜。贺氏也转过脸来。琅琊程氏五姓七王之首，程氏曾出过2任帝室，1任皇后，当今一字并肩王宁王爷的王妃就是出自他们家。我相公家祖上曾经是程家的一个门房，被主家赐了姓程，若说姻亲那是没有的。我就说嘛，程家何等富贵荣耀，怎么会有这种亲戚？吴耀听得心头火起。嗨，都是不懂事嘛，谁家还没几个不懂事的？听说你们家也是农户，琅琊都种些什么呀？琅琊一地多山地丘陵，四季分明，雨量充沛，喜种水稻、小麦、甘薯、豆类。只是春季多雨，夏季高温，若遇气候突变，也会有洪涝灾害和旱灾。这说起来也是家国不易，民生多艰呐。父王找户部尚书来给上课，上的当然是家国天下、苍生社稷。户部尚书还能教我爹怎么种地吗？黎将军愣了愣，没反应过来自己问亲家地里种些什么，怎么就说到民生多艰了？是我格局小了。亲家来京城一趟不容易，回头让三丫头带着你们好好的转一下。京城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，她都知道。这话表面上是在客气，实际上在未来婆母面前给她穿小鞋，说她天天往外跑，不安分。姨祖母这话说的不错，只不过在外面吃喝要花的钱，不知道是不是姨祖母也给我垫一下呢？你们出去逛，怎么要我给钱？哦，不给啊？我看姨祖母那么积极，还以为你要出钱呢。对，姨母一天到晚说这么多话呀，就这几句话说的有道理。亲家，你们好不容易来趟京城，必须多住几天，好好的逛逛。这几天呢，就住在家里，咱们老哥俩呀，也能好好喝几顿。这么多人住家里，能住得下吗？你别听别人喊了几声将军，就真当自己是了不得的大官了。这什么犄角旮旯里的穷亲戚都往家里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里有金山银山呢。我已经和表弟说好了，这几天啊就住在他们家，就不叨扰黎兄了。黎如松正要再劝，就看到那位远方表弟的前面摆了一只小碟子，上面是几只剥好了壳的虾。他正在将这碟整理妥当的精细食物放到自己表兄面前。黎如松这才注意到，好像3位远房亲戚都没怎么吃饭，反而是一直在给自己的亲家和女婿布菜倒酒。是菜不合胃口吗？怎么只顾着包自己不吃啊？周叔一慌，这才注意到自己做了什么。我家里穷，没吃过虾。那个表弟怕我不会剥，所以帮我。
看不出啊，表弟倒是个细致人呐。嘿嘿嘿，我也不会包，我都是直接塞嘴里嚼的。哈哈。说完，他把虾塞到嘴里大嚼特嚼起来，嚼不烂的虾皮就直接吐到桌子上，还示意宁王爷跟着他学。哎呀，那虾须那么锋利，虾皮那么硬，扎坏了王爷可怎么好啊？宁王爷看到黎如松的样子，却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军中的岁月，他心中豪情顿起，便也跟着黎如松一样，上手抓起虾，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反倒是袁锦秋细心的剥了一小碟子鱼虾，放在宁王妃手旁。是我疏忽了，之后让他们买些虾仁鱼丸，咱们煲汤喝。苏妙清看到黎如松直接把虾皮吐在桌上，已经是嫌弃的不行。后来见到程父也有样学样，更是一阵恶心。谁家这么吃饭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街上来的叫花子呢。李婉明，你的好夫郎现在不入赘了，你不会打算带着他一辈子都赖在娘家吧？以后天天让我和这些人一起吃饭，还过不过？是啊，三丫头，你妹妹这话虽然说的不好听，但是在理呀。你的夫君要是入了赘也便罢了，可现在你是外嫁女，怎么好一直住在娘家呢？不，这黎家的钱迟早都是我的，这花的都是我的钱。怎么，我的家姨母可以住，我的女儿和女婿反倒是不能住了？这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外嫁女还住在娘家，会被人说闲话。淑松还在朝中做官，我这也是为了他的官声着想。我家将军的官声是在战场上争回来的，不劳姨母费心。哼，你也知道，那是我儿子用命挣回来的军功，那么宝贝的军功，可不得小心一点。要是因为家里的这些事儿，害得他官声有损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只要是袁锦秋反对的，他就支持；袁锦秋支持的，他就反对。至于儿子的官声，他反倒没那么在意。你表叔家的宅子大吗？应该还行。多住一个人没关系吧？应该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搬。袁锦秋刚要反对，两位祖母说的对，我既然已经嫁了人，就不好再一直住在家里。丽青说表叔那里有房子，如果表叔不嫌弃的话，那我们想暂时先借住一阵子。他早就想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了。钟叔、陆平和武耀听到李婉明的话，心中都是一惊。他们准备的那座宅子原本只是以防黎家突击来访用的，只做了简单的打扫和规制，并不适合常住。不白住，我们付房租的。他之前曾在闽地偷偷的酿酒售卖，很是攒下了一点钱，扣除接下来要买原料的钱，剩下的也应该够他和萧静南花一阵子。反正平康房的宅子应该不贵。啊，侄儿媳妇这是说的什么话？都是自家亲戚，哪能要你的房租呢？只是家里面简陋，怕侄媳妇住不惯。不要紧的，我们家当初在闽地的时候，家里也不富裕的。黎家现在的样子，连他都觉得窒息，不愿意回来，更何况是李婉明这样从在闽地自由自在惯了的。也好，你已经成亲，就是大人了，也该学学如何独立的管家理事。快去告诉于嬷嬷他们，让他们带着管家的仆妇把那院子再好好的打扫打扫。王爷王妃他们这是真的要搬过去住了。黎如松那边什么都不管，只顾拉着宁王爷喝酒。弟兄啊，你我今日一见如故，如果不是因为是亲家，我真的想和你结成异姓兄弟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俩这就结拜吧，来。说着便要拉着宁王爷跪下。啊！哎呦，这怎么行啊？表兄，你们是亲家，要是结拜了，这亲属关系不就乱套了？不行，不能结拜！你又胡闹什么？你要是和女儿的公公成兄弟了，让女儿女婿以后怎么叫你？是管你叫爹，还是叫伯父？也是啊，辈分就乱了。不过啊，你们不许走，咱哥俩还没喝够呢。不走，我要和你大醉上1个月。1个月，天天都来找黎如松喝酒，这可怎么好哦？表兄，你喝醉了，咱先回去休息吧。我没醉，我今天见到黎兄，我高兴。袁锦秋见实在拉不开他们二人，再过几天就是花朝节，新科的进士要打马游街的，很是热闹。你们不如看完了游街再回琅琊去。好，去看游街，我要和黎兄一起给他们披红挂彩。你这说傻话了不是？给进士披红挂彩，那是人家皇家贵人们的事，怎么会轮得到我们呢？宁王妃心里发急，钟叔苦着一张脸，嘱咐陆平和武耀：听见了没有？王爷和王妃要去看进士游街呢，你们可准备好了，一定要保护好王爷王妃的安全。听到了。吃过饭，李婉明就启程和萧静南离开。袁锦秋并未多叮嘱什么，只是拨了2个粗使婆子，让他们跟着李婉明与春桃一起去程家。要是住得不高兴，你就回来。娘，你放心，程玉清不敢欺负我的。那个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我一拳能打3。
不是说绑下捉婿，过段时间就和离的吗？怎么这就嫁出去了呢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女儿出嫁，我们自然是盼望他们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的。我家将军喝醉了，期末见效。婉明是我们最小的女儿，他舍不得。黎将军一片全权爱女之心，我们又岂会不知？还请将军和夫人放心，我会把婉明当成自己女儿一样看待。坐到马车上的时候，看见萧敬南正倚靠着车厢，抿着薄唇看着他笑。干嘛？直到现在，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成亲了。李婉明听到他声音里似乎有无尽的萧索之意。你娶老婆很难吗？不应该啊，这个长相一看就是风流博性的，就算家里再穷，也应该是有很多豪门大户的小姐抢着招赘才对啊。萧敬南顺势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。身体不好，家里又穷，父母还除了娘子没人要我。他的声音很低，说得断断续续的。李婉明只听清了这些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娶到我了，只要你不休我，那我也不休你。李婉明不习惯与他靠得这样近，稍稍挪开了一点，问：你刚才说你父母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很好，只是不太聪明，以后有什么不妥之处，还请娘子多多担待。他一想到今天的牛车和补丁衣服，谁家补衣服用绫罗绸缎的，还剥虾，还挑鱼刺，也就是黎家人都大大咧咧，不是那种心细如发的讲究人，不然早就穿帮800次。现在李婉明跟着他们去程家住，过几天还要一起去看进士游街，只怕以后类似的情况会天天都能遇到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干脆入赘了呢，省得麻烦。马车晃悠了大半个时辰，才来到平康房。这是你表叔家？是吧？萧敬南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座宅院，心里同样震惊不已。你表叔祖上是不是发过大财，还是出过大官呀？如果不是祖上豪阔过，怎么可能留下这么一栋宅子？萧敬南支吾两句，叫来陆平。怎么回事？平康坊宅子都有小有破，还有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套的，实在是住不得。唯独这套还算勉强过得去，只是我们没想到世子妃会和世子一起住过来。萧敬南明白了，仲叔在找宅子的时候，想着的是宁王爷和宁王妃要过来住，便无论如何也不能太委屈。不会还把府里的丫鬟和侍卫都带过来了吧？带了一些。一些是多少？我现在扮演的是琅琊农户之子，京郊菜农的远房侄子，一穷二白的举人，进京赶考花完了盘缠，以至于要赖在黎家的穷鬼。要是用了丫鬟和侍卫，我以上的人生还怎么维系？岂不是随时都会塌崩他的明明白白的？没多少人，我和武耀方才已经遣了一部分人回去了，现在留在宅子里的只有王妃的贴身侍女，还有钟叔和几个扫洒的小厮。至于侍卫，我们只留下了暗卫，世子妃不会看见他们的。萧敬南的心稍稍放回肚里，他想了一下，也只能这样。我们住在哪儿？他没想到程家这么大，感觉自己东西带少了。在前面的院子，我带表嫂去。他还是不太习惯管世子妃叫表嫂。走了2步，他忽然看到武耀在身后欲言又止。怎么了？子夫也来了。她本就是母亲的贴身侍女，来了也正常。说完转身便走。武耀不敢再说什么。子服原本是萧敬南的贴身侍女，从小服侍到大的。大户人家里养在少爷身边的贴身丫鬟，以后是要做通房抬姨娘的，这是所有人默认的关系，子服也不例外。可是14岁那年，萧敬南被游方道人断定，若20岁之前不成亲，必会早亡。于是他便将子服送到了宁王妃的院子里。我都很有可能没几年好活了，没有必要再耽误别人。况且他本身就对子服无意，正好趁着这次掐灭了他的念头，让子服在母亲身边受几年调教，以后放出去，说不定还能找个更好的人家。但在子服眼里，这是世子不要自己了。他想不明白，世子要娶妻和自己当姨娘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可能？子服姑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世子此生只想要一个互通心意的人，长相厮守呢？我在房里不会影响他们厮守啊。哪个大户人家的家里没有几房妾室？后来听说萧敬南被人绑下捉了婿，他怎么配？听说还是2年前才调回京城的，粗俗呆傻，蠢笨不堪，怎么能配得上我如仙人一般的世子呢？怎么配成为我们宁王府的当家主母？可是他也知道萧敬南娶妻不易，不敢阻拦，只能趁着钟叔收拾宅院之际，央求宁王妃让他跟了过来。世子爷，奴终于见到你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萧敬南一个眼色，陆平和武耀立即上前拦住他。表哥和表嫂都累了，让他们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2个人连拉带拽，几乎一瞬间就将渲然欲泣的子服拖走，完全没有给他再次开口的机会。她是我远方表叔的女儿，我的表妹。可是她为什么管你叫爷爷？
由于子服刚才那一声喊得过于婉转，导致他只听清了爷这一个字。他们家和我母亲那边也沾着亲，所以按照我父亲这边的辈分算，她是我的表妹；按照我母亲那边来算，她是我的侄孙女。这么复杂？可不是嘛，亲戚这种事儿就这么复杂。可我看你侄孙女儿穿得很华贵啊，那一身金光闪闪的衣饰钗环，只怕有30两银子了，足够穷苦人家过上1年的了。你不知道，她那一身衣服都是从外面借的，现在穿完了就得还回去呢。哎呀，我侄孙女年纪小，难免虚荣。我表叔为了她的事可头疼了。借？从哪里借？绸缎庄首饰铺啊，娘子不知道吗？京城的绸缎庄和首饰铺都出了一个新的规定，买回去的衣服首饰若是不满意，可以3天之内无理由退换。还有这种规定？那我们以后也可以去哪借一些衣服穿。是，娘子想借多少便借多少。还是不要借太多了，万一弄坏了是要赔的。萧敬南看着他苦恼的模样，不由得一笑。这云影纱颜色偏黄发暗，若是不仔细看，只会以为它是寻常麻布。王妃还是先换上吧。你以后还是换我为表嫂，换王爷为表兄的好，免得被婉明撞见，给静南惹麻烦。是。他的身份是程立清的远方表婶和钟叔是夫妻。陆平已经带着世子于嬷嬷酝酿好一会儿，静南，他已经带着静南和婉明去后院了，一会儿收拾妥当后会来给王表嫂请安。什么请安？小户人家不讲那么多虚礼。不过他们确实应该过来给你这个表嫂见个礼。我那口子睡下了吗？表兄喝醉了，我家老头子给他端了醒酒汤，已经睡下了。宁王妃听到他的话，又是一阵笑。不过刚才我瞧着子服往世子的院子去了，只怕要和世子妃撞个正着。他过去做什么？这子服也太不懂事了些，哪有爷刚刚娶了新妇，一个丫头就往上凑的？不过子服服侍静南多年，你告诉他，只要静南能够顺顺利利的娶妻生子，我便做主给他抬姨娘。萧静南能够顺利成亲，度过20岁大关，才是最重要的事。至于纳妾，爷们儿嘛，哪一个不纳妾？就像他和宁王爷夫妻感情这么好，照样免不了王府里还有2房妾室，几个通房。子服的问题不在于他不该奢望当姨娘，而是他不该在这个节骨眼往萧静南身边凑。王妃仁德，老奴一定把话传到。后面的院子里，李婉明看着这一处四方天地，很是满意。这院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应该是还没有名字，娘子给他起一个如何？我合适吗？毕竟是别人的宅子，他只是借住，怎么好随意起名字？合适。萧静南看了看院中那株含苞待放的老梨树。你以前的院子叫听雪轩，这间不放就叫落雪轩吧。落雪无声看心离，可好？好吧。李婉明不懂这些，只是觉得落雪轩这个名字还挺好听，便同意了。他把行李放好，留下春桃在落雪轩中慢慢整理，就和萧静南一起走出院子去拜见程家表婶。听到丫头禀报说李婉明和萧静南往这边来了，宁王妃忙站起来和于嬷嬷换了位置。现在于嬷嬷是这一家的当家主母，她只是个来借住的穷亲戚，当然不能再坐上首处的位置。萧静南和李婉明进来见了礼，于嬷嬷顺理成章地问了些住的习不习惯之类的客套话，把一个慈爱和善长辈的形象拿捏得非常到位。程家表叔是菜农，可是这院子里怎么没有看到种菜的地方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菜农还要种菜？不是没有种菜的地方，只是表叔家还没有开始种。还没开始种？这早就过了春分了呀。明天就是3月初1，眼看着就到谷雨了。要春分就开始播种的吗？不然呢？在闽地的时候，我大姐姐就会在院子里种一些瓜果蔬菜，过了正月就要准备开始播种了。勤快一点的农户，这个时候都采了一轮香春了。这样啊。萧静南略一沉吟，表叔表婶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也太懒散了。听我的，明天咱们就把种子播下去，不然就要错过播种时令了。他又转向李婉明。不过京城的时令与闽地不同，京城天气寒冷，花动的晚，耕种的时间也比闽地要晚一些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这样。去告诉你们的爹，明天播种。从清回堂出来，李婉明和萧静南往落雪轩走，在路上正好遇到钟叔带着几个人往门外走。表叔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明天要播种，我们去买菜种。买菜种？你们去年没有预留菜种的吗？我们要自己预留菜种吗？拿，他们说的是拿，你听错了。表叔，你快点带着他们去拿去年预留好的菜种吧。是，我们这就去拿。走。说完，带着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跑了。李婉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
等着人剥虾的公婆，宽敞广阔的宅院，一身华服的表妹，没有耕种的菜农，还有表叔旁边除了陆平和武耀，还站着2个姑娘，看起来细皮嫩肉的，一点也不像是干惯了活的样子啊。我表叔祖上曾经出过大官，所以有这么间大宅院。至于是什么官你别管，为什么后来落魄了呢？因为他们懒啊。你想想，不懒的话，还能快3月了还不播种吗？卖掉这座大宅子补贴家用，他们懒得卖呀。那2个女孩是谁？自然是表叔的女儿啊。是的，她们和子夫一样，都是我的表妹。他以为自己父母只会带一个贴身婢女和侍卫，没想到竟是带了这么多人。你表叔表婶儿可真能生啊！第2天，钟叔看着刚买的几十袋菜籽秧苗，不禁一阵的头皮发麻。他能写字，会算账，还曾经跟随王爷练过几天的武，不说是文武全才，也算是见多识广了。但是种地，堂堂一等王爵府的大管家，为什么要会种地呢？李婉明看到地上的麻袋，要开始了吗？他蹲下来，兴致勃勃地翻看着麻袋里的秧苗。不错不错，还挺新鲜的。姑娘，你看，这京城里的白菜籽比闽地的还要饱满一些呢。他刚到黎家的时候，黎如松还是个8品校尉，并不富裕，所以黎大姑娘种菜的时候，春桃也会在一边帮忙。只是这2年来到京城，没有再做过这些粗活，现在骤然见到，反倒觉得挺亲切。那是鸡毛菜，当年你就总是认错，怎么到现在还没记住？长得差不多嘛。好啦，我们不碍事了，让表叔开始种吧。钟叔没有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开始发号施令。你们2个把那些油菜种到那块地里。那是小白菜。那这个香菜。那是花椒。还有这个胡萝卜。那是茄子。李婉明终于受不了了。表叔，你到底认不认识蔬菜？它等长出来不就都认识了吗？种子都是那么小一颗，谁认得那么许多呀？可是你不认得种子和秧苗，你该怎么知道哪片地要施什么肥呢？施的肥还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了。李婉明简直无语了。草木灰、鸡粪、绿肥、豆渣，光肥料一部分就10好几种呢。还有哪种喜阳，哪种喜阴，哪种出苗后要掐尖，哪种需要攀指甲，这些你要是不知道，该怎么种菜啊？听得旁边几人瞠目结舌。本以为卖菜是个轻省简单的活，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讲究啊！早知道啊，我们就给自己找个别的身份了。